人家说什么隔套收租套房供应量太多，然后你的套房会租不出去，这是屁话。为什么？因为物理意义上，一个蛋黄区就这么大，里面的房子就这么多，能出租的房间数量都点得出来的，所以你只要地段足够好，真的是不用担心这个东西租不出去。我乱讲，比方说在高雄中山大学的附近，骑车那边都骑车，那边不要再讲走路了，骑车5分钟会到的地方，你的套房怎么会租不出去？如果你还租不出去，就是你乱搞，你可能就是人家那种漏水必然都不清啊，导致人家一看屋就好好好，那我们再看看啊。好，那你现在有一间透天隔套，隔了8间房间，然后放在大寮，大寮还有合法工业区，对不对？哦，那你可能你就会怕。我要表达的意义是说，你那个地段足够的好的套房，真的是不愁租人，完全不愁租人。隔套收租超麻烦，哪些人比较适合？先说结论，建议3个职业：第一，退休老人；第二，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第三，自由业或业务。那其他的职业，我都建议你不要去做套房隔套收租，你大概都是2房3房这样正常家庭出租。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现在有多少人在买小宅？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谁适合当隔套收租的房东，这件事情真的有适合跟不适合。那这次我们来聊隔套收租，这个也是被敲碗很久的题目。我们现在聊什么是隔套收租，这个应该不用解释吧？就是客厅、厨房这些公共区域打掉，然后要隔成一间一间房间，本来一间3房2厅。然后夯不啷当给它隔出个然后4到5间套房这样，还有茶水间。那隔套收租是有分等级的哦。这个房东啊是全世界最美好的职业嘛，人人都想要当房东，就收钱就好，啥事不干。那还是有分等级哦。第一级就是套房收租，就是一间套房自己收租这样，套房收租。第二级是公寓或社区大楼的隔套，隔套就是我上面跟你举例的，你是一户。那第3等级是透天，就整栋都你的，然后你整栋都隔套。那第4级就会变成自地自建的华夏套房收，你不要说这个没有，这高雄很多，真的很多，它就是自己盖一个。那为什么不是盖透天，是盖华夏？是因为里面可以塞电梯，那所以它的套房的数量会很多，可能到17、8间这样。最多我看过一个案子52间，52间很扯哦。好啦，全栋都是套房这样。那通常第3跟第4等级的套房，你都会需要专人来打理，因为真的事情会很多。如果你搞到第4等级自地自建的这种，你应该会需要就委托，不然就自己成立一间物业管理公司来处理。你应该也成立不到物业管理公司，因为那个要的牌照真的很多，应该就是代租代管公司就可以了。那所以你要知道，做套房门槛高。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如果你想做套房的话，你会遇到哪些事情？来，第一件事，高昂的隔套费用，尤其是现在，这也是我不建议你说你现在是买一间房子来做隔套，除非你那间房子取得成本异于常人的便宜，比方说那个继承来的之类。然后现在隔套真的太贵了，以我刚刚举例的一间3房2厅的公寓啦，隔成5间的话，以我高雄我都要抓，看你几间套房，一间就要抓个，现在可能都要抓50万以上，那你就要抓250。然后以台北市不用想，这个邻居就检举，然后新北市也很困难，你还要送那个变更使用，那个都要建筑师然后重新测绘画图，很麻烦啊。然后请建筑师出动一趟，我听说是12万，很贵很贵。现在的那个成本直线上升。我之前影片不是有拍，你就是买现在那个常年没被检举的哦。我说你在北部的话，常年没，然后已经是隔好套房在，你去买那个，然后把人家的阳春烂套房嘛改漂亮哦，就这样。那这只是隔套的钱，我们还没有算你要买冷气、买家具、电子锁，甚至有些房东这个隔套这一路隔套深似海，真的锁嘛，电子锁嘛，你也不想晚上被抠出去嘛。然后再来是那个很多这种东西做起来几乎没有上限的电费然后拆算不然就要搞成储值卡。那民间也有业者在做，就是每个租客发给他一张卡，这张卡同时也是门禁然后回来的真的跟饭店一样，就插在那个门上。来做通电里面扣点数的，然后扣了那个点数要怎么付？它可以用网页付，也可以去超商付。你看专业隔套可以搞成这样。如果你只有这个预算，然后你要花一花，你发现你弄到
隔完套房，我要开始做我的房东包租公，250万，那你干嘛不再去买下一间房子来放生就好？所以我现在会建议你，就是去买人家已经隔好、已经收好几年的，那个省事很多。这我常常被问，就是说啊，人家收租收好好，他干嘛卖啊？不然你去收，这个就是低估了收套房的麻烦支出，就会变成这样。外面不是有很多代管业者、包租代管业者，好啊，那他的抽成你甘不甘愿，就会变成这样。然后收租这种事情细水长流，那你卖掉可以有一大笔钱啊，所以在权衡之下，还是有很多包租公司愿意把套房收的好好的，是拿出来卖的。所以不用去怀疑人家，说他收的好好的，他干嘛现在拿出来卖？这里面是出过命案什么没有？很多就是收一收，那时候是美好憧憬，去隔套去干嘛？收了几年之后，啊，好烦哦，啊，过什么代志啊，就会去，然后就啊，嘎别别喝，就会变成这样。好，来第二件事情，费时费心的套房管理。那等你解决完隔套的问题以后，接下来你要面对大魔王，一样5间套房来算，你要带看几次？我们一般来说，你电话筛选以后，你带看大概3次会中一组，这是很平均的说法，3次中一组。好，5间套房15次啊，就这样。这个差不多都这样啊，就是你的房子地段还算 OK 哦，装潢还算很不错，3次之内搞定啊，不然哦，一间烂烂的套房，它可能是暗房，人家看可能要看到7、8组才有一个愿意下定。那如果你的房子地段差，你也没有搞什么轻装潢、软装，看起来会漂亮，你真的有可能那间套房都租不出去哦。人家一听到暗房没有窗户啊，厕所又没有对外窗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就不租啊，那我要看其他的，你说都租掉了啊？对啊，就是剩下这个没有人要租，然后你就会很难处理。那你搞定以后，还是会有别的问题产生，例如说房客吵架互骂，就有啊，常常遇。我以前真的是有处理过，半夜在对骂，然后说什么太吵之类，然后女孩子抓狂骂起人来，真的很凶啊。然后男的也不甘示弱在那边骂，然后搞得你还要调解，然后房客会有很多小事情不处理。套房的客群跟2房3房家庭客群就不一样，套房的客群他就是预设说，反正我已经有付钱了，所以什么东西都要是好好的，灯泡坏呀，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全部都找你，鸟事情都会来找你。那就变成你要去解决。那2房3房家庭租客，我之前拍影片也讲过，就这样还好哦。还好的意思是说，灯泡坏或什么，他也觉得请房东很麻烦，他宁愿自己搞定，不然他被另一半念哦，那就自己跑一趟特力屋、小北百货，然后能处理就自己处理，大概就这样了。那套房不是哦，套房就是你要全部搞定。好，那还有第3个事情，缴的税变多，这个就没办法，你租金拉高，你缴的税就会变多了。如果你的套房很多间，不是隔套，而是说真是一间一间套房买，也很多人这样子做，因为套房总价低嘛，所以他存够钱他就去买一间，这个就不是在做什么套房要拼贷款8成，而是说他这几年生意上有个斩获，或是卖掉股票，他身上有个400万，好，他就去买套房，剩下的用贷款，就这样，他没有在管那个贷款成数，然后久了就变成他身上持有了可能4、5间都是一个门牌，各自一个门牌的套房。那缴税就会变很多嘛，就是那个囤房税嘛，所得税跳趴。那这也是为什么说等级3、等级4，你管理的套房变多以后，你需要去开一间公司。那你也不要想说叫房客不要报租补，因为这东西无法防御，而且你房客那么多，你怎么去看谁申请的，就不要想了。我们合法才走得长久。那最后你要知道谁适合隔套收租，最后就来聊隔套收租这件事情，谁最适合做这个梦幻职业的天选之人，到底是谁？第一个退休老人就你退休没事情做，然后身体还可以，爬梯子换换灯泡，那你做职业房东很 OK 哦，真的很 OK 哦，这大概是梦幻的退休生活。那还可以看正面房客，就这样。你一个老人，你朋友也都是老人，你那70几岁都老人，如果你有房客的话，这个很多老房东真的会对房客付出关心，就是这样，因为他太无聊了，真的是太无聊。我自己是不愿意这样的因为怕被房客凹。那很多老房东真的是会很照顾房客，我以前不理解，那现在大概知道就无聊啊，儿子女儿不陪他讲话或干嘛，你一个年轻人陪他讲话觉得很好，就这样。那第二个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这也是蛮多人的选择。老公出去外面赚钱开公司干嘛，然后老婆就是做收租管理这样。当然现在男女平权所以那个你要家庭主夫也可以。那这样的好处是，你的另一半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事情来做。这样，我认识非常多投资客都是这样。
我跟你说，夫妻的生活算十分融洽，蛮推荐的。我听过一个歪理啦，就是说你不要让家里另一半闲的，你闲着以后他就会就这代志就丢，然后就整天苦闷在家里，在带小孩或干嘛，憋了一肚子怨气。你下班门一打开，他就要骂你了哦，就是这样。那你让他有一点事情做，生活有一个重心，那自然这个摩擦就会小很多。至少他对付的目标就会从你，然后转移到那个房客身上，就这样。我蛮推荐的。很多的竹科工程师也都是房子买一买，然后是老婆来处理那个装潢收作的事情，就让他当包租婆。第三个，自由业或业务工作者。那通常这种职业的人工作比较弹性，他才有办法在平日的时候来处理房客的事情。那如果你是一般朝九晚五上班族，像晚五很难得，你不觉得吗？什么叫朝九晚五？这个我毕业以后我就没听过了，通常都朝九晚8晚11，不是都这样吗？那你一般上班族你很难处理，人家现在要看套房，你要怎么办哦？所以你会叫你的爸爸妈妈去帮你看，是不是回到第一点？你爸妈退休没事嘛，对啊。那我会建议你上班族，你就是买正常2房3房，你去装潢之后出租就好了。租家庭的租客，你会省事非常非常的多。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50%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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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
就是说我现在不想做，我这个年纪，我认为先不应该去做隔套收租，我们还是要去做2房3房的增值。那等我老了以后，我才会考量去做那个隔套收租。然后放心啦，以我在市场中的经验，我一定找得到那种就是取得成本也 OK，因为它很烂嘛，它租金也很低嘛，然后都是漏水避癌，然后我自己来把它全部弄好。那这个就当我晚年退休的保障。我真的认为隔套收租是老人在做的事，年轻还是多去闯荡会比较好。一旦进入隔套收租的循环，在我看起来很多都是躺平了，就躺平了。当然有一些年轻人他以隔套收租这样慢慢收下去，但我不知道这是我目前的选择。我早就可以跨入这个隔套收租，为什么我没做？我就觉得说，怪怪的。隔套收租怎么看都是老人的事。就比方说去公园下象棋这件事，你就不会去弄嘛，对啊。那隔套收租，在我看来，这个是同一个 level 的事情。那我以后要做再做，等我60岁以后再说，70岁以后再说。天下最完美的职业，这个房东，我说在台湾最完美的职业，我讲3个东西，就要踏入隔套收租，你最好要具备的3个东西。来，第一个修理家具家电，第2个仓库，第3个时间。这要讲不完，我也是随便想到我就讲一下。来，第一个修理家具家电。这个技能你要掌握，简单的排除你要会，不然你什么东西都是叫师傅来修的话，一次归情扣，这个你很快就怎样，很快，那这个就套房没什么租金，他大概修一次1个月租金就不见了，那整体下来会变成你的投报会很低很低。当然专业工种你还是找专业的师傅来，你不要自己去乱搞什么接电分配电箱这种东西，你还是要去找师傅去处理。但是一般的小问题，比方说灯泡，比方说那个马桶水好像弹不回来，那比方说那个莲蓬头那个乱喷水，好像什么这种东西，或者水阀关不紧，就水龙头你给它关了，结果它还是在滴水的这种事情，你就要自己处理，因为它确实不难，确实不难。坊间都还有开那个什么简易水电课，台湾水电工开课这样。那这个我看到最常在举办的都是那个，这也不知道证照考试的阶段，这真的很像是一个社区大学，大家学好玩的这样。那个救国团我是没去过，那我是参加那个民间自己办还收钱的那种。OK， 那家电的修理也不一定啊，我就跟你讲了，那个套房的租客就是觉得说没有，那都是你的事，所以他电视打开他不能看，他就会 call 你来。那电视看怎么瞧，现在不是很多什么电视盒、沙小 MOD 有没的，很复杂，那个老人都不会用。接到电话，那个房东那个网络又不能用，好，那你要去有本事去排除。这是我说的修理家电的部分。那家具是什么？家具就是损毁啊。家具损毁最常见的是那个床架嘎嘎嘎嘎叫，就是他人在上面一翻，这样，然后那个门声音很大，那或是椅子的脚在摇晃。好，这些东西呀，就是所谓的家具的部分。你要怎么修复？其实都很简单，这不是去滴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真车油，是不是啊？不然就 WD-40给它喷下去，然后都能缓解很大一部分。那不然你要做加固，加固也还好啊，一个手持电钻，然后再加那 L 型垫片，再加螺丝，哪边会晃？好来，然后给它锁一锁啊，大概就是这样。你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一旦你会了家具家电修复，你就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很久，也可以走得很远。比方说租客退租以后，你是可以把整间那个重新油漆一次。那个不要再说什么重新油漆，这个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做，当然有，人家的油漆的专业体现在说，他有办法把整面墙找得非常的平，补土慢慢去补，还用日光灯在那边照，那个是豪宅的做法。那我们现在是这个套房出租而已，你只要看起来大差不差，漂漂亮亮就好了。那你有本事整理房子，比方说，这个租客退租了，你去跟人家买嘛，然后那个租客退租了以后都瓷砖或什么的，看起来袅袅了，你可以把家具都撤出来，然后自己去帮他铺那个木地板，然后自己重新油漆一次啊，油漆还可以去做跳色，还可以去做什么，然后软装也改一改，换个窗帘，那或是怎么样，反正就你要会这个东西，一方面拉高租金，一方面降低你日后的维护成本。叫师傅真的很贵，就真的很贵。当然洗衣机坏掉这个要修我也不会了，那就是看有没有在保固里面，那大概都是这样子运作的。好，来第2个仓库就是很多会忽略，就是你要有一个地方放
那通常你在做隔套收租的经营上，你要放在你家也可以，那就是你家的空间也要足够的大。那以现在新两房来说，应该都没地方放。隔套收租里头最麻烦、体积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双人床跟床架，那好大哦。那就变成说啊，你是真的要找一个地方放哦。那专业的包租公他们的做法是什么？我讲专业是等级3、等级4那种一次管10几间、20几间到甚至到50几间的那种，他们一定有1、2间房间是不出租的。然后就是做仓库，里面呢就叭立起来，放很多张双人床垫，就这样，这没办法。那你要调度或什么，然后放很多那个备品，那个备品不是说什么牙膏什么这些东西，不是，那个备品是说，人家说椅子有问题，你直接把备品的椅子抬一张去给他，然后把他那个说坏有问题了换下来，然后自己慢慢研究怎么修，要不然就要丢，就要有仓库这个事情。那专业隔套收租再说啦，你只是一般人家，你在管个什么3间4间，你说不定那个套房一个公共空间犄角旮旯，你找地方塞，这个都可以。那不然就要牺牲到你家了。那仓库，你要在隔套收租的这件事情上走得远一点，仓库几乎会是必要的东西，因为修东西啊，你要放东西啊，就这样。然后再来是时间，你时间要多，而且你时间要弹性，因为租客什么时候出问题都不知道。因为我帮那个朋友管过，动不动会找。我跟你说，后来麻烦。我为什么那么强调及时性这东西？是因为真的会找你的都不是租客，都是谁？管理员靠腰。欢迎讲你的厝卡安怎安怎咧修啦，咧修怕，就会变成这样。那所以你要自己小心一点。你时间要多，而且要足够弹性。你要做好那个晚上也会接到电话的准备，晚上更容易接到电话真的因为租客白天也是去上班嘛，你正常你不是做八大的，你应该是白天就去上班吧？那晚上回来，就是开始生活，就是问题开始产出，就是摩擦了开始。什么晚上音乐放很大声啊，这个有没的回来门关太大力啊，然后洗衣房那个洗衣服洗完之后都不收啊，什么的有没的，问题一大堆。总之就是这样，我再简单帮你整理一次：修理、仓库、时间，这3个元素，你可以在你这未来的10几20年慢慢把这些技能点起来，慢慢点起来。一旦点起来以后，你开始反正你老了嘛，那转换到隔套收租的这个赛道去，那就来做。同理我这个频道我自己打算是拍很久了，反正就是我说70岁要有房也有钱，那我看看能不能拍到70岁，希望 YouTube 那时候还在。那我就要慢慢拍等到有一天我现在30几嘛，我呢再过20年好了，我真的要转型成隔套收租的话我会跟你讲。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研究。我真的认为年轻人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你先去追重大建设，然后做那个年轻人还是要去拼个东西要翻身嘛不然呢？那你先把你自己的资产实力都抬高，抬高了以后，开始慢慢把一些竞争力已经到顶的物件汰换成或改造成这个隔套收租，然后开始来过你的晚年生活。隔套收租这件事情你不用太担心，人家说什么隔套收租套房供应量太多，然后你的套房会租不出去，这是屁话。为什么？因为物理意义上，一个蛋黄区就这么大，里面的房子就这么多，能出租的房间数量都点得出来的，所以你只要地段足够好，真的是不用担心这个东西租不出去。我乱讲，比方说在高雄中山大学的附近，骑车那边都骑车，那边不要再讲走路了，骑车5分钟会到的地方，你的套房怎么会租不出去？如果你还租不出去，就是你乱搞，你可能就是人家那种漏水必然都不清啊，导致人家一看屋就好，那我们再看看好，那你现在有一间透天隔套，隔了8间房间，然后放在大寮还有合发工业区，对不对？那你可能你就会怕。我要表达的意义是说，你那个地段足够的好的套房，真的是不愁租人，完全不愁租人。在那边讲说，套房供应太多会租不出去的人，都是比较没有经验的人我现在的判断是这样，给你参考。